大家好，欢迎进入北欧老吴的直播间。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到13点，就是1个小时的直播。那么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几句。那么今天我看很多群呢，微信群呢，很多论坛上都在问啊，今天为什么大涨了呀？今天怎么不跌了呀？对吧？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为什么今天涨了？那么今天实际是出了一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我这里已经把它打开了。就是说，今天出了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我画一下。就是说，3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就那个 expectation 就期望值降到了54.2，预期是64，降到了54，降的非常低。然后这个 sentiment 也是非常低，看到没？这两个数值，就今天这两个，今天10点钟美东时间出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最近这1个月的这个，反复无常的政策吧，还有马斯克的这个 Doge，大裁员，让现在这个信心指数非常非常低。那么为什么这个低反而让市场涨了呢？那你就要看一下下周要出什么了。我们再看一下下周，下周周三，非常重要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又来了，发现没有？所以说现在市场呢是这样，我们估摸着是这么期望的，就是这个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嘛，对吧？消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大家都不消费了，都开始通缩了，那么这个经济肯定越来越差。那么怎么刺激消费呢？肯定是降息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估摸着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信心指数太低了，然后期待下周的这个美联储能够降息，那么给到一个市场一些喘息。我估摸是这样，因为马上下周三就要这个利率决议了，对吧？所以说那我们再看一下图形上，结合一下这个图形上的这个，今天这是出现底分型了，标普已经出现底分型了。如果说从今天开始涨3天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是出现底分型，然后再来3天，刚好是到这个下周三，你发现没有？刚好够一笔，刚好够一笔。如果说美联储在下周三的下午2点钟开那个是2点钟公布它的利率决议，2点半出它的这个跟大记者会。那么如果说一笔下沉，一笔反弹，如果说美联储砸盘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吧？如果说它不降息的话，那么市场预期那就肯定会这个失落呗，或者说这个没有预期到，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砸盘状况。那么如果说按照目前这样一个计划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反弹，如果说能够弹的稍微力度大一点的话，这3天，比如说最好是能够冲到这个200天均线这里，看到没有？这个200天刚好又在这个最浅的反弹位 0.382 5748，所以说啊，这一周这个反弹，或者说这一周的交易日，这5天的这个反弹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减仓的一个位置。如果说真能杀到这里的话，对吧？当然了，如果说美联储真的要能够降息的话，那可能再往上冲一冲，如果说能冲到 0.5 甚至冲到 0.018 都有可能了。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如果说在盘前，不是在盘前呢，在它利率决议之前，或者说在它答记者会之前，如果说冲到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相应的稍微减一减仓位，防止它往下冲，对吧？可以这么计划。所以说我估摸着今天这个大涨，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刺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有朋友开始提问了。苏珊你好，看一下 RGTI 应该也是一个
量子计算的吧？目前应该怎么操作？手上有股亏着呢。你手上有股的话，最好说一下你的成本在什么位置，这样的话，分析起来可能更有相对的针对性。但是也可以不说啊，我只是简单提一句，因为你们说的越详细，我这里给到的分析或者说针对性可能会这个更好一点。首先，这个票现在价格是10块钱，对吧？是肯定是盘子很小的一个。那你进它的话，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看到新闻的刺激啊，或者说你了不了解这个行业，首先或者了不了解这个公司？那昨天好像有一个朋友问的什么玩意儿 ，QBTS 吧，也是一个量子计算的。哇，昨天他问的时候，这边在这个位置呢。那么今天它涨多少？涨了31%，哇！希望这个朋友一直拿着这个票呢。那么这个票今天涨了30%，但是我们并不是推荐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他说的这个 RGTI， 也是 computing， 不知道是不是量子计算。那么这个整体的结构，下面有一个大的，它跟刚才那个 QBTS 差不多耶。下面有一个大的周线中枢，然后但是结构没有那个饱满。对吧？现在它也是出现过2次回撤，但是2次回撤都不够比，所以说只是在日线上有这么个结构。它的结构跟那个 QBTS 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子，就是一个模板画出来的，对吧？下面一个大中枢2次回落，那么这个位置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切出来。那么中枢的中轨快到中枢的中轨，你看刚才我们看那个 QBTS 都已经杀到，可能是杀到那个中枢上面去了吧？已经杀到中枢上面去了。所以说，明显这个 QBTS 比这个 RGTI 要强。我不知道这个行业，你可以查一下，或者说问一下 GPT， 谁是龙头，或者说谁是这个行业相对的那个技术上能够强一点，对吧？你这样的话就买龙头。因为这个也是，它量子计算也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都能够那个强，而且你看它这个 MACD， 这个 MACD 明显离那个0轴还很远的，你发现没有？这个 MACD 离0轴还很远呢，但是那个 QBTS 0轴起来的，看到没有？张嘴张得很大起来的，所以说你一比较的话，就知道哪个强哪个弱，从图形上一比较能比较出来。但是就看它现在你的成本在12.45是吧？那么12.45的话，解套问题不大，对吧？那它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能够再突破前面这个21.42也是问题不大的。但问题是时间呢，对吧？你如果说只是股票的话，不是期权，不是 option 那些的话，没有问题。这个虽然说我不太懂这个他们的基本面，但是图形上的话，因为它下面我们之前在昨天分析他问的那个 QBTS 都已经说过了，下面这是一个大的周线中枢，然后这里只是一个2次回落，这还是一个周线下面那个大300，针对这个中枢，根据我们的模型，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模型，我在昨天的时候已经画过这个模型，现在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这儿，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能够上去，在上面再形成一个中枢，也就是日线上形成2个小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是小 B 段在结束，就是周线的小 B 段结束了。周线小 B 段之后，看它可以构成周线的第2个大 B 中枢，下面这个就是大 A 中枢。那么这就是我们在模型里面的大 A， 对吧？这你就对应上了。所以说，控制好你的，因为它毕竟盘子并不大。如果说你在节奏没有踩对的话，然后仓位又没有配置好的话，那么你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就是看日线这个结构就已经能够把你的节奏操作的比较好了，对吧？不要着急，慢慢来。买点的时候出现卖点冲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卖一卖，回杀到了某些位置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前低的附近买一买，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乱。很多时候我也发现你问的问题，或者提过一个，就是说，复盘的时候看很简单，但是一到自己做的时候，就好像都不知道怎么下手。这其实也很正常，对吧？毕竟，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是一个，虽然说现在是在盘中做解盘，但是这个周期如果说很大的话，
相对的这个图形是死的，对吧？你相当于这个图形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图形，你来分析。但是在你当下做交易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流动性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未知的，那么你肯定比你已经出来的图形要分析起来难呢，对吧？那你现在肯定知道这里要卖，这里要买，这里要卖，这里要买了，因为相当于马后炮嘛，相当于做复盘。但是在你做当下交易的时候，那么你要通过复盘找到为什么这个位置能够出现转折，对吧？这就是我们做复盘的意义。那么在当下的时候，你就根据你分析出来的这个当时或者你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也就是你的交易系统，那我这个位置就应该进，或者就应该补，上面到了这个位置我就应该出，那就是说明你的交易系统是有用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复盘的意义，因为我们通过复盘能够找到它所谓的规律，对吧？这就是做复盘和你做当下交易有区别。为什么好像我在这说的那么简单，一到自己做的时候就那么难？其实我也不是了，我个人也会犯很多错误，买早了卖早了很正常的，买早了被套，那个卖空了，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有时候做日内交易的时候也会去追涨，这都很正常的。有很多的交易的问题，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很难克服，但是你只要首先，如果说不熟练的时候，周期一定不能太大，这个一定要注意。你不熟练又做小周期的，你去做5分钟的这种交易，确实是这里震来震去的，好像它挺爽的。但是你如果说不熟练，然后仓位又配置不好又很大，那你这不是来回在这止损吗？对吧？所以说不熟练的时候，仓位不要太大，级别不要太小，那么起码你要做30分钟、60分钟或者日线以上的交易，你才能够不那么的慌。这样的话，因为周期越大，给到你的缓冲就越大，而且你进场的条件也更难，对吧？所以说这是无形中帮你把手就捆起来了。所以说很多方法都能够帮助你自己提高这个准确率，这个准确率是需要个人累积经验的，不是说你学会了理论你就知道怎么样了，哪有那么简单的？如果说真那么简单，大家只学理论就好了，那不就成了赵括了吗？这不就纸上谈兵了吗？对吧？好的，这是这个针对这个 RGTI。再看 Derek 朋友问 SOUN。24高点下跌，日线2中枢了，然后8块5建仓。我发现 Derek 朋友做的一般都做的挺好，之前他做的那个 Reddit 还是什么玩意儿，类似我记得好像是 Reddit， 他好像也是赚了不少钱。他做这个8块5建仓又赚到了，对吧？基本上就买在了这个，不知道你是在这个位置买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买的，基本上又抓到了一个小底。然后如果跌到6块多再补仓可以吗？你说的他在日线2中枢，这个日线这个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把这个日线回落这段给它画一下。因为日线这回落的话，你说的2中枢应该是1小时上应该有2中枢，对吧？因为日线上的话，它是一个，因为这块回落不够比，就直接到这里了，所以它是一个5浪，日线是一个5浪下。你说2中枢也没有问题了，就是2个类中枢，这是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做一个第二个中枢也可以。你说类中枢的话也可以，但是不是标准中枢，这2个中枢不是标准中枢，但是你抓的这个位置抓的非常好，对吧？所以说学一点技术分析没有毛病的，5浪下了，那这个位置近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如果跌到6块多再补仓，现在看它先等一下。它如果说能够先冲到120天这里的话，最强的当然是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对吧？如果说不能够很强，它现在离这个0轴还有点远，离这0轴有点远，那么你就看它先拉到0轴附近，基本上能冲到120天，甚至是冲到这个前期的这个 11.66 附近之后再减仓，先减一点，再等它回落，对吧？它完全也可以再次打掉 8.2， 因为这里是构成一个中枢嘛，对吧？然后可以打掉它，这个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下跌也可以。所以我的建议是先等它，先有的话可以再拿一拿，看它起码顶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位的时候，比
比如120天或者前期高点的时候，你再开始减一点，减完之后再等待它的一个回落。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Zeta， 之前在18买入，25卖出，18买基本上就是这里卖啊，这个抓的太好了，对吧？18在这儿呢，基本上18买，25卖出，正好是卖在了这个反弹的这个有可能是黄金分割之类的某一个位置上，做的非常好。那个现在14再次建仓，看有没有机会做个反弹。请老师看一下哦，我们看一下他问的这个，先看一下这个 Zeta。那么这个结构也是很简单的，对吧？日线上我们把日线上的结构也给它画一下。这里跟反弹回撤是够比的，反弹也够比。然后这里的话，这个反弹是不够，所以只有一笔就到这里了。这个的话，比较勉强这里，所以说你可以一笔画到这里，然后就下来了。基本上结构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的结构。所以说他说他18买，对吧？这两个的位置都是它回落的一个在中枢下沿的位置。我们说中枢震荡的操作就是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仓或者买一买。对吧？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操作策略。至于你能不能够抓到这个拐点那个位置，那就看你的个人能力了，对吧？所以说，用到这个有中枢的时候，其实操作起来并不难。那么现在它是出现离开了，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一个力度，看一下有没有背驰。现在是还没到 0.018 呢，0.018在12块9毛8，等比例在4块5毛6，对吧？所以说现在是，如果说这里要反弹的话，就是进入背驰段了。那么可以再看一下这段的一个内部，它的内部我们在日线上可以简单观察一下，这里有3、4根 K 线，这里有3、4根，这里也有，说明它这个跌的时候啊，这个不够连贯，也就是说它的抵抗性比较强，说明它的次级别，先看一下1小时上是有抵抗的，对吧？有抵抗对多肯定就好啊，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卖，或者说看好这个公司。那么从1小时上，这里有过一次反弹，这里的话可以当成一个1小时的中枢，因为它这个其中有一笔啊不能够，因为这一笔是有一个包含关系，对吧？但是当成一个中枢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已经走出来的结构，我们先把它当成一个中枢看一下它的整体结构。下面这里又有一个中枢，所以说在1小时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小结构。那么在这个里又出现了一个3脉，发现没有？这个结构很饱满，又出现一个3脉，然后又打了一个低点。我们比较一下，也有可能是没有低点的，就是给了一个2买，13.53，就是没出低点，13.57刚好没出低点，所以说这是一个2买，就是1小时上给了一个也不是说潜在，现在已经是成了反弹一笔了，所以这是一个1小时的2买。那么14再次建仓，基本上就抓在了，是不是出现底分1小时上出现底分型的时候进场了，还是说你看的更小周期的，所以做的非常好。那么就看这一笔的反弹吧，这笔反弹最好是能够张口张的大一点，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 MACD 啊最好能够张口张得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冲到，看能不能够冲到这个120小时均线，或者说呢你把这个中枢拉过来也可以。那么这个中枢的下沿的价格15.77，看看它能不能够冲到这个中枢下沿，或者说冲回到这个中枢的里面去，对吧？这是最强的。如果不行的话，你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你利用这些，最次的就是它连这个反弹位置都突不过去。如果是说你发现它走的比较弱，连15.08都不能够突破的话，那你就先跑掉，因为毕竟你做的是一个短线嘛，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下来，也就是说，它这里1小时上做了3个中枢，这里一个中枢，第2个中枢，第3个中枢。因为这个小周期，它不是说2中枢之后就100%就没有绝对的对应性，对吧？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完全可以3中枢、4中枢都可以。你要去做外汇，
或者做这个大宗商品的话，那它延续性就更好了，做期货那些。所以说，不是说两中枢必须要结束，但是就是结束的可能性大一些。就是这里你就通过观察能不能够突破15.08这个位置，来决定你这段这个小的反弹，你这个要拿多久。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小反弹的话，那你就先出来，等到它再次跌破前面的15.03之后，那可能跌破之后再往下走一走，可能再来一个3段背驰，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这段下跌。毕竟它从日线上看的话，它完全可以再往下沉一沉，因为它现在整体还是偏空的。从日线看的话，它整体还是偏空的，所以说，你等它再往下沉一沉，可能它的内部再饱满一些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个大的反弹。大的反弹回不到日线这个中枢的话，还是一个大三脉，然后再下来，对吧？你可以计划的等待做这段，也就是说，那需要前面这一段的下跌，需要跌的饱满一些，它完全消化。比如说它的财报的一些刺激啊，还有一些它的消息面的一个刺激，才有可能结束这段。这就是针对这个 Z 的。然后最后再看他问的一个 VST， 这个好像是我有点印象，是不是跟能源相关的一家公司？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看一下它的结构。这是周线上，虽然说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不够，但是不知道你在当下的时候怎么处理的。这个直接到这里的话，那就是周线上再次回落一笔，想在100到105左右建仓是吧？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回落好像已经碰到了前面的低点，也就是这个已经碰到了这个107了。那么现在在大周期上的话，它这里是，我们看一下月线上有没有回落够比，回落也不够，但是月线上也是跟最近的大盘走势也差不多。我们看一下这段，就是说从199跌到现在104，能不能够结束，对吧？只有结束你才有希望做这笔反弹。然后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我们看左侧的话，我们都把它都拉过去，就不管它了。然后以这个199作为分割点，那么它这里是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反弹，但是在本级别的话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176，那么这个最高的这个176.49，刚好没有突破这个这个小高点，刚好没有突破前面那个176.49，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那么在这个次级别的话，1小时上肯定是有一个二脉的，但是在日线上的话，它是不够二脉。那么这就是一笔就下来了，相当于一笔就下来了。但是在1小时上肯定是有一个1、2、3的。那么1小时上这里还有一个中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这段，看一下它的1小时结构够不够饱满。1小时这里有一个中枢，这是一个下上下，对吧？我们把它简单这个中枢给它画一下。那么这里是到这儿，所以说1小时的中枢比较清晰的有这么个1小时中枢，然后1小时上还给了一个3脉，3脉之后再次下来，那么下来之后再次的反弹又成了一个中枢，就是1小时上这里已经做了第2个中枢出来，然后这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也就是说这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那么升级了，对吧？是一个大中枢。那么这次反弹还挺有意思，刚好在127.8前面这个低点127.1刚好回到中枢里面来，你发现没有？这个刚好拉回到中枢里面之后，再给了一个二买，不知道1、2、3，刚好这是二买，这是一个针对前面这个1买的话，它是一个二买。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拖过来，就是这个回落是出现了一个小周期上出现了一个二买。那么现在就看它是如果说这个反弹现在回拉，严格定义的话，因为它有包含关系，所有的好多小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也够比。经过包含处理的话，这一笔反弹也够比了。如果说回不去的话，还是3脉，还要再下来。
所以说，你想在100到105建仓的话，因为它这段完全可以结束了，这段完全可以结束了，可以再继续下。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再等一等，就是说现在偏弱，现在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下跌，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下跌，然后你可以再等一个什么呢？等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3段。它这个上去下来这种背驰，然后相当于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也就是说可以以这个位置做一个104这里做一个中枢，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你去做这个结构买点，看它能不能够打上去，或者说是在这里震也可以，对吧？你起码不会亏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等一等，这里做一个中枢出来之后，毕竟它还是偏弱的，因为它这个左侧的是可以结束的。左侧这个2个中枢，一个大的升级之后的中枢，它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可以结束。但是呢，如果说它这个2次回落不能够沉得住的话，它也可以直接往下走。所以我的建议是，出来中枢之后再看，出来中枢之后再看。赵 list， 周好，请您咨询一下饮料 CELH。房屋交易平台回撤很深，但近期出现这种变化信号。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是他问的一个能量饮料是吧？这个应该是之前不知道是他问的还是其他人问的，也是分析过。我们把它的结构给它画一下，但是这个26.77，这个盘子也不大。现在是大周期上已经打到了月线的，已经沉到这个位置了啊，已经确实是从90多跌到20多，然后周线上是一个3段，周线上是一个3浪或者3段都行，1、2、3，这就没有之间这都不够比。那么现在就希望看它这里能不能有一个4的反弹，对吧？有一个4的反弹之后，看再下来给个5也可以，所以就是这么个状态。就是以21.1这里做一个防守，你如果说进场的话，这里就必须要做止损，或者说分仓进也可以。这里反弹一次，先减一减，等待它再给一个5也可以。这就是以21.1作为防守，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在这个日线上的话，你可以利用它前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日线上是有一个中枢的，你把这个日线中枢，我们可以反过来画笔。这样的话，我能知道我需要观察哪个中枢。这样的话，我们日线上其实有一个中枢，就是最后一个中枢。我要利用这个最后一个中枢来观察什么呢？观察我现在的价格在所处的中枢的位置，然后也可以以这个最低点21.1我做一个分割点、分割线，对吧？那么左侧这个21.1左侧是我能够看到的日线上的最后一个中枢。那么它这次反弹从21.1一笔反弹到这里是突破了这个中枢，但是呢，它不知道是财报的一个刺激还是什么刺激，但是一个冲高回落，毕竟好多人套的比较深了，有可能是，对吧？从90多一直套这么多，你这冲了一下，并没有让大家觉得这个很欣喜，全都开始卖，冲高回落，回落之后，哎，又到了这个前面这个中枢的下面，又形成了得到了支撑，看到没有？它这个是冲上到零轴，然后在零轴上面得到了一个，这是典型的有希望出现2买的这种情况，就是冲上去开始在这个零轴上面开始酝酿，所以这个位置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就是因为它借用前面的中枢是明显是一个2买的一个位置嘛，对吧？那么它这个反弹现在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就看它这里，它在小周期上肯定在这酝酿，但是偏弱，现在这个被压在这个120天这里了。如果说冲不到120天的话，可以再继续往下沉，相当于这个下跌没有结束。小周期上它这里是那个停顿的时间太长了，小周期上停顿的时间太长，不知道能不能够冲上去，因为这个120天的压制还是比较厉害的。你看它前面这里120天一直在这里，直到这里开始碰，有希望到底了，或者有希望到一个短期的底了，你可以在这里跟它。
只要不跌破21.1的话，可能在这里给你做一个中枢，然后再往上冲。毕竟它冲了一下之后，并没有延续，对吧？而且它第二次上冲没有力量，明显没有力量。所以说现在就是在这里看它做出来一个比较明显的中枢之后，看能不能比如说一个三角整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往上冲。所以说这就是好，就是相对好的就是它的已经爬到0轴以上了，对吧？已经爬到0轴以上，只要不再沉到0轴以下的话，这里都有希望在这做一个中枢之后，看能不能够起来。针对这个就是耐心再等一等，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没进的话，那就这个位置应该出了。如果说没进没出的话，那就在这里再等一等，一个明显的中枢构造之后，再开始往里进。RDFN 一个房屋交易平台是吧？那么这个 RDSN 的话，我们也看一下它的结构，它的结构还是挺简单的。在这个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的中枢，周线上这个中枢还是挺饱满的。我们把它这个周线的中枢给它严格的给它画一下。这里是上涨回落，然后再次上去，基本上就前3笔就能构成这个中枢了。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画到这里，接上一点时间。这样的话，你就发现所有的震荡全在这个中枢里面，你发现没有？对吧？你一旦画出中枢来的话，你就好操作了嘛。中枢上面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也不是说，比如说这种上升强的时候，上升状态强的时候，你肯定可以多拿一拿了，不是说马上突破这个中枢你就要卖，对吧？你要观察它的次级别的，所以说不是简单的对应啊，上面就卖，下面就买。也当然了，你如果说不想费脑筋的话，也可以啊，起码不会套在里面。那你如果说有那个决心或者是那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或者说你的操作相对没有那么多时间盯盘的话，也可以到了上面你就卖一卖，到了下面就买一买。什么时候停止这个操作呢？就是它上去了一个回落不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出现3买的时候你再买回来，或者大仓位更多的时候买回来。因为毕竟它在这里做了这么大一个中枢，那么上面的话可以期待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吧？那针对这个RDFN 的话，那么现在它也是刚好回落到这个下面之后，出现了一个已经出现底分型了，而且是带缺口的底分型。而且这里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那么起码先冲到200周吧，对不对？先冲到200周，再看看有没有力度支撑，也可以给一个回落直接上。当然了，也可以是直接就冲破200周直接往上。所以这个票你可以继续跟，对吧？现在可以不着急卖，或者说你先卖一点也可以，毕竟它也冲到了这个中枢的上面，可以先减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次级别我们可以看一眼。次级别的话，现在是已经反弹够笔了。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段的这个1小时上，看看1小时上有没有结构。如果说结构都非常简单的话，你当然可以继续拿。1小时上已经构成了一个中枢了。1小时上有中枢了，那1小时离开又太弱，主要是因为它前面这个跳空缺口啊，这个动能太强了，造成这个1小时的这个离开段，也就是进入段是带缺口的，说明这个力度太强。那么离开段你如果说也没有缺口的话，那就很容易背驰嘛，对吧？它有可能再回来，在这里震一震，然后再一个什么消息刺激再上去。所以它这主要前面这个缺口造成这个后面的力度，如果说不能够比前面强的话，它就很容易背驰。所以说就是你如果说想操作的话，就利用这个小周期的话，就先利用1小时这个可以跟一跟。然后看 Phil Chen 朋友问，比特币的话，今天也是出现了一点变化。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话，就是在日线上，我们之前分析过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们再说一下，从10358跌到这个7655的话，我们是比较过这3段的一个力度。然后有一个等比例在81337，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大的一个下影线，或者叫一个叫扎针吧，好多币圈的人管这叫扎针。那么出现一个大的扎针的时候，出现一个跳空缺，就是一个大的熊套，一个这个如果说做空的话，被套在这里的话是非常难受的，因为这个
直接扎针之后又拉回来，那么是特朗普发推，对吧？但是发完推文之后，他的具体的这个政策呢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出来，造成了一个失望，又下垂，又跌破这个位置，然后又得到了支撑。你能够明显感觉2次下跌的时候，这2段下跌的时候，明显后面的下跌没有力量，发现没有？就这段下跌跟前面这段下跌比较的话，明显没有力量 ，MACD 明显柱子面积小，所以说造成了这个有背驰了，也就是说它在小周期上是带背驰的，出现了这波回落，这波反弹。那么现在我在忘了是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分析过，还是在什么时候分析过？现在就看它这笔反弹能不能够形成一笔，形成一笔之后，再看能不能够碰到前面的这个低点91178。如果是碰不到它的话，就还会有一个5浪，1、2、3、4、5，对吧？所以说现在有反弹的状态，但是不够强，不够强，连这个200天都没冲得上去，所以说只能是小周期上。你可以去这个跟踪一下小周期，现在就是看一下4小时上，4小时上现在有3段，现在4小时上有3段，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那么4小时这3段刚好第3段是冲到了 0.618 了，最好是能再往上冲一冲，看能不能够到这个120均线或者说200均线，但是等比例在8777，所以说就看现在这个。虽然说已经有反弹，但是力度还是不够强，最好是能够出现一个不背驰冲破87777，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背驰，看有没有5，才有可能出现日线的这一笔。所以整体它还是在酝酿吧，有可能那些大的机构还吃货在那个逢低吃货呢，对吧？还是建议不要去做它的那个合约交易，因为做合约的话，你就很容易被干爆。这种周末也好，或者说这种突然的下杀，你如果说用合约或者带杠杆的话，就很容易被爆仓的。长期看好的话，你逢低买一点，逢高出一点，这样做一个差价操作，也不至于会太差。毕竟它的整体结构是一个偏强的，就大周期上，你如果说往长期看的话，那么这就是你需要在下一周看也是一样，因为受到这个刚才我们分析。这个下周3马上要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了嘛？看看利率决议之间，它现在吧，比特币啊，它现在走势跟大盘跟股票没啥区别。你发现股票涨它也涨，这股票跌它也跌，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它没有独立行情。你像那个黄金还走出独立行情，它现在根本没有独立行情。所以说呀，看看在这个利率决议之前能不能够冲一笔上来，你也可以从这个。起跌这里，这个测一下这黄金分割，今天也是刚好顶到 0.382， 最好是能再往上冲一冲，冲到这些位置，然后再往下，对吧？到了这些位置的话，先减一减。所以说，针对这个比特币的话，就是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再看这个，小豆子问京东，应该是一个中概吧。中概的话，京东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周期。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上，这是出现过一次反弹，这个反弹，但是严格定义是有包含关系，然后又出现一波下跌，但这个下跌也是够比的，所以说就看你要不要其中这中间就是画这一笔要不要画出来，但是问题不大，因为这个中枢的位置都是在这儿。这是周线上这个中枢，以这个最低点20.82作为分析的话，对吧？现在就这么一个结构，跟这个好多应该是之前我们分析过那个 FXI 也是这么一个结构。那么现在要冲到200周了，反弹够比，现在基本上也是在这个0轴上面在这里震，就看最后这段的上升的一个状态。看一下最后这段。把这个最后这一笔给它画一下。最后这笔的话，虽然说它有好多跳空缺口，但是并不影响我们这个观察。从这个上去一段下来，一段上去，再下来，对吧？做了一个日线中枢。那么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
再次突破前面那个高点，这样的话就有进入段离开段，这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在这里震。所以说你要交易的话，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目前就是做中枢震荡，也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信息表达出来。所以说它也是刚出完财报。好的，那个时间允许问一下天然气。天然气的话，其实比较难操作。天然气这个东西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LNG。不，天然气，这个代码出不来呀。但是天然气我们之前好像分析过一个什么，也是很久以前有一个人问过，但是天然气不好分析的，它这个跟天气有关系，跟这个生产有关系，跟很多因素有关系。你炒天然气的话，你倒不如去玩石油，原油分析起来比天然气还简单呢，对吧？毕竟那个原油的话就是产能，然后就是中东那些国家的这个欧佩克的一些会议，再就是比如说现在特朗普想把油价打下来。就是它的因素影响反而没那么多，但是天然气的话，相对分析起来是难的，而且天然气你要是，一般我看大家之前问的时候都是用那个衍生品对吧，2倍或者3倍的那种衍生品来玩这个天然气，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是不好操作的。但是你问的这个图形出不来，所以说没有办法。如果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代码的话，我们可以再分析，但是现在出不来就没有办法分析它。然后大家可以继续问，我们还有10多分钟时间，在大家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那个说几个这个现在日涨热门的，比如说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今天也是它这波反弹是不错的，所以我在忘了是昨天还是在周二提醒大家，在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震荡特别强的时候，一定要精选个股，就是一定要买那种基本面特别好那种，因为它跌的时候，有钱的资金肯定都买这些中长期基本面好的这种票啊，对吧？你发现它这个反弹跌到一定位置便宜了呀，对吧？便宜了，虽然说它也有之前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冲击，但是毕竟股价便宜了，你虽然说出现了这个 DeepSeek 这些大模型，但你还是要买这个芯片的呀，不是说它没有需求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为什么发现它的反弹？你看跟那个 AMD 你比较一下它的反弹，你看 AMD 戳在这里，你看英伟达，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你就知道在出现这种大跌的时候，你应该买谁，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反弹是非常强的，那么就看它也是能不能够延续这个，在这个下周三或者下周三出利率决议之前再往上冲一冲，对吧？比如说冲到200天这里，但是还是没回去，那就先卖一卖嘛，下面补的再卖一卖，然后它可以再给一个，要么给一个2买，要么给一个盘整背驰，对吧？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英伟达这个反弹可以看它这个延续性是现在目前看是不错的，还有2个小缺口，这里还有2个小缺口，这是英伟达现在就看它后期的一个延续。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你们关心的，在等待你们提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说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特斯拉也可以看一下。特斯拉的话，今天相对的偏弱一点，对吧？它这个反弹也是一直是横在最后这几根 K 线这里，没有明显的出现一个像英伟达那种直接往上走，所以它还是偏弱。那么现在在日线上的话是一个1、2、3、4、5，那么直到这个反弹，你如果说能够冲到2325的话，目前看，除非有什么大的特别大的消息面刺激的话，能够冲上来。大概率的话就是往上冲一下，然后再给你跌一下。那么在这个日线上，你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对吧？看看能不能够冲到这些潜在的这些位置，你再结合这2根均线，找一下位置，冲到这些位置不行的话，甚至是连这个最浅的位置它都不碰，直接就反弹够比，因为现在已经有4根了呀，现在已经有4根 K 线，再来一根，再打个小高点，直接反弹结束，然后再来一段，那就是一个1、2、3、4、5、6、7浪，
因为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是有这个7浪衰竭、9浪衰竭两种模型，看看是出现7浪衰竭之后能不能够结束整个的这波下跌。所以现在它是偏弱的，那么你等它，如果说你在下面有尝试抄底的话，那么就看反弹偏弱了，内部1小时上再给你来个3段，或者30分钟上有3段，就赶紧跑一跑，因为它还要再下来一次，对吧？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啊。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继续看，比如说再说一下这个 Palantir， 因为在昨天做直播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 Palantir， 我不知道有没有抓到这个今天这波反弹。那我们昨天说的时候是在1小时上，然后当时在昨天我们提这个分析这个 Palantir 的时候，明确说了最好是不要跌破 0.618， 然后给到一个底分型。对吧？在我们昨天分析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计划的。那么出现底分型了，你有没有进？对吧？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二买呀，1小时上一个二买。但是呢，因为它是在昨天收盘之前，是在昨天盘中出现底分型，但是在昨天收盘之前有过一段，有过一两根的一个下蹲，你有没有扛得住？就是说你在进场之后，其实就应该以 78.33 作为你的防守。你在 78.33 之上，比如说某一个位置你进场了，通过小周期的5分钟啊，或者说15分钟的一个分析进去了，那么你的防守位就是78.33之下的2%左右的一个空间，你要给它一个空间来这个反应，你不能够紧贴着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78.33。你紧贴着78.33，或者说没到这个位置，你就开始把你进场的这个位置卖掉，那你说明你的交易不够这个，没有闭环，就是你买进去了，你是按照1小时买的，但是你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按照5分钟、15分钟甚至1分钟出的，说明你这两个这个进和出的级别是不一样的。李朋友抓到了，对吧？他能抓到这个非常好。那么现在反弹也够比了，那就看你要不要出了，对吧？那你可以再等一等，看收盘之前，最好收盘之前能够顶到这个120小时这里，也就88附近吧。如果说这个大概是在88附近，所以说你看它能够顶到这个位置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小周期上，你看这里3根 K 线，3根 K 线，说明小周期上有2个小中枢了，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比如说收盘之前冲到这个120小时，你可以观察1小时就好了。收盘之前冲到这个位置的话，你先卖一卖，对吧？就把你的打的短差先出来。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的扩展器，对吧？3比1扩展，88.3刚好是等比例，就是这段跟这段的空间相同，也是这两个位置还交叉了，说明你相当于用2个系统辅助来判断，那么你更应该减一减了。对吧？所以说，到了120小时这个附近的话，也就是再打一个高点，你就可以再把你下面的抓的卖掉，再次突破86.75之后，你就可以在盘中的时候把这个下面进的卖掉就好了。卖掉之后等什么呢？卖掉之后再等它再次回落，回落之后看它这里能不能构成一个中枢，构成中枢之后，你要做的是进这个结构买点，看它能不能再上去，对吧？还有一种就是这3段就完事儿了，这不是3段吗？可以是反弹结束了，可以是再走反向。为了防止这种的时候，要观察什么呢？就是这个反弹成立之后，结束之后，看它回落这段回落一定不能是那种快杀的。所谓快杀，就是在小周期上，现在是1小时上，你要去它的5分钟上，或者说15分钟上去观察。在5分钟上、15分钟上，一定不能是这种以浪形模式快速往下走的。如果说以这种模式快速往下走的话，那就可能要再次杀掉 74.85 之后，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大周期上就变成了什么呢？大周期就变成了一笔下一段反弹，然后再继续下，就变成了这种来分析。所以说，这段结束之后，你要严格，如果说你想继续做它的话，就看它这个回落的这个节奏一定不能快。一定不能是快杀，甚至是很多时候它完全是可以跳空缺口的这种往下走，那你就更不能往里进，所以就要耐心等。如果说想再次这段卖完之后
什么时候再进呢？就是要看这种节奏。如果说是一种慢节奏的，它在小周期上是非常慢的，这种2个中枢的这种，到了差不多这个位置了，可能又要到78.33附近再买回来。这样的话可以再做一次，要么是在做中枢震荡，要么是在让它能够冲上去，对吧？就是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有计划的操作了。因为它在裸 K 的话，我们看一下裸 K， 这已经有5根 K 线了，这完全可以结束了。就是我刚才在1小时上说的，已经3米了，完全可以结束的。虽然说有包含关系，但也没有关系，起码 K 线先满足5根。禅师是说过这个问题的，你 K 线代表的是时间，你首先时间上要满足，你先不管它有没有包含关系，时间上满足的话，这里递归是可以当成一笔的，这里强调一下。好的，还有将近10分钟、9分钟时间。这个朋友赵雷斯问 SRPT 基因编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基因编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木头姐进的那个，她好像是挺喜欢买这种基因编辑之类的这个公司，她在月线上。大周期的话，相对的，这个震荡是比较大的，尤其这种小药股，这个波动是比较大。如果说不了解这个行业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做药相关的。但是起码现在比较简单的就是做什么减肥药啦，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的一个概念。但是像他这种基因编辑的，那你需要很强的专业的方面的这个知识。才能够拿得住，对吧？你不懂这个行业的话，你肯定拿不住。那么在这个月线这个周期，一次下上下，这里是构成过一次这个月线的一个大中枢，然后在这里下上下又构成了第2个大中枢。现在是月线上出来2个大中枢，但是这2个中枢的高低点也有接触。那么就是又是一个大升级的一个扩张的中枢。先不管这个扩张不扩张，我们就先看这个第2个中枢它怎么在这里震。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画出来。中轨上是偏多，中轨下就偏空，对吧？就它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就以这个中间这个线来评判它的强弱的这个力度。那么你想做多，肯定是偏强的时候再做多呀。或者说是在中枢下面的时候做多，对吧？肯定不会说你想做多的时候，它现在还没跌完呢，你就往里冲，那它可以继续往下延续啊，对吧？那么这里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120月均线，120月均线在这里，发现没有？它要如果说继续往下沉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173这个下跌作为一个分析起点，看一下它的内部，我们把这个显微镜的度数加大，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我们把这个价格把它放到各个周期上。周线上有过反弹，但是都不够比，也是一笔下来。周线上也是一笔下来。那么在日线上肯定是带中枢了。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如何分析这个了，对吧？你先利用大周期，先看它的那个结构。利用大周期找到方向之后，然后再利用小周期来看你能不能够做，这就是区间套的一个威力。你很多人分析股票不知道怎么分析，就是因为你不懂啊，你不懂区间套，你不知道该从哪儿插手，你也不知道这个票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没有系统的时候，你就会无从着手。这么复杂一个图形，你说怎么做呢？你看什么呢？对吧？很多人都拿到这种都抓瞎的。那么在这个日线上。1、2、3、4、5、6、7、8、9，刚好9升级了，发现没有？刚好9段升级之后，然后开始往下走，所以说这是典型的中枢升级、扩展升级之后的一个走势。那么出现升级之后的这个回落的话，还没出现3脉。针对这波下跌的话，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有反弹，但是都不够比，说明这个下跌还在延续之中，它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交错的特别密，那么这种你是很难做出来差价的。如果说你它的空间不大的话，所以这段没有办法往里进。你什么时候能够
出现明显的，它这里你也可以用小周期去画一个通道，下降的通道线。它这个通道如果说只要不能够打破这个通道，比如说突破这个通道给一个回落，给一个2买的话，你才能够后面才有可能大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现在它没有变化，没有任何变化，就这么一个窄幅的通道往下走，这种是非常非常磨人的。我就建议是，只要不能够出现大的变化，你也可以利用大的周期上，比如说周线上只要不出现底分型，我就不动，对吧？我就不动。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盲目的进，因为它这个反弹都太弱了。你如果说不能够盯盘，一旦这个仓位又控制不好的话，就很容易越买越多，越买越多，那越往下走，你就压力是非常大的，你就很容易搁在地板上。所以这种票，不了解的话是尽量不要碰。还有4分钟时间，我们再看最后看一个这个 Lightbringer APD， 这个是做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基本面，我们就看一下图形。但是图形上很强哦，图形上很牛，这是一波在季度周期上已经涨到了300多，对吧？不知道干什么的，但是你看它上市68年开始上市的，一直到现在，这种就是你了解这种才能够拿得住，对吧？你不了解的话，像我根本不知道做什么的，你不可能拿得住啊！这么多大的回落，所以说还是要了解你要操作的股票的基本面，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长期持有，长期持有又有分红。那这种大的上升，它这种跟随公司的这种上涨，这种票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说天天围绕那3%、5%的一个波动，天天纠结于那个，你这样才能赚到大钱嘛，对吧？为啥来进股市里面来呢？不就为了让自己的财富自由也好，或者说手上能宽裕点嘛，对不对？所以说怎么能够找到这种？你到了这儿，你肯定说啊，我怎么能够找到这种票呢？是在底部的时候，你开始了解这个公司，跟随这个公司，你才能吃到现在，而不是说我现在到了300了，我才开始满仓干它，是不是？这是完全错误的。而说在底部起来的时候，你就能跟随它，那这就又需要你非常强的基本面分析，或者说你非常了解这个公司，你才能够去吃到这么远。那么你能拿得住？长期持有拿得住是非常考那个你对这个公司的信心的，尤其它这种震荡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在这个图形上看好像没多大空间，但是你看一下它这个区间有多大，从322跌到这个220%，32%啊！你如果说不了解这公司的话，32%的一个震荡。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现在看的是一个季度的一个中枢，季度的一个图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季度的回落，然后从这个起涨点的话，其实是应该从最下面这里，但是这里也可以当成一个，我们把这个大概画一下，其实这里也可以从这里画一个回落，因为它是其中有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但是可以当一个没有关系，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浪形来分析。那最重要的还是最后这段。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季度大图形，从这个最下面我们要如果算起浪的话，1、2、3、4、5、6、7，已经第7段了，对吧？第7浪我们就看一下它最后这个212上来之后的这段的内部，现在已经突破了前面这个小高点327，突破之后，现在季度图上也成比了，季度上也成一笔了，就看它这段它的次级别延续性。能不能够继续向上延续？因为我们赚的就是走势延续的钱嘛，对吧？月线上一笔，但是月线上已经出现月的顶分了。周线上，从这个212.24这里，这是12，这是回落不够，然后直接到这里。那么不对，这是周线。周线上现在是有结构了，然后它前面还是一个1、2、3、4、5一个5浪的一个结构，到了一个最高点。它现在完全是可以从这个
341这里作为一个起跌浪开始，就是这个5段可以结束的，看它这里能不能够这个是往下走，还是说要在这里做中枢，这2种可能都不能够排除的，对吧？所以说就看它，你如果要想进的话，看它能够再踩一下这个120周，甚至踩到200周之后能不能够停顿，毕竟日线上它是有中枢了。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日线上是有中枢的，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对吧？你看它是不是要在下面再做出来第2个中枢之后，要踩到这个120周的时候才结束，对吧？所以说想进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利用这个区间套，把这个小周期再分析一下就好了。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现在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点，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下周2再见，拜拜。